在如今这个流量来得快、翻车也快的娱乐圈里，一个艺人能红3个月不稀奇，能连续多年稳坐顶流也不算神话。但如果一个年轻艺人不仅拥有超高国民度，还能长期稳定出现在央视、共青团、主旋律电影、国家级公益项目乃至国际官方场合中，那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明星红不红问题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GN Star News 频道。而最近全网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，正是围绕着王一博展开。王一博是不是已经入党了？双引号。这个猜测近几个月几乎刷遍各大社交平台，尤其是在2026年5·4青年节晚会之后，相关讨论更是彻底爆发。因为很多人突然发现，这个曾经被视为偶像爱豆的年轻人，如今已经越来越像官方重点培养的青年代表。而且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天形成的。回看王一博的职业轨迹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红之后，他本可以像大多数流量明星一样，疯狂接综艺、拍偶像剧，制造话题热搜，把流量迅速变现。但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别人拼命营销 CP， 他开始接触现实主义题材；别人沉迷热搜炒作，他开始进入主旋律赛道；别人不断制造情绪对立，他却越来越低调克制。很多人当年并不理解，甚至还有人认为王一博太闷了，不会经营娱乐圈。双引号。可如今再回头看，他的路线其实极其清晰，那就是逐渐从娱乐流量转型为国家叙事中的青年形象代表。而真正让这种转变彻底成型的，正是近几年他在官方舞台上的高频出现。2026年5·4青年节晚会上，王一博再次站上核心舞台，献唱主题曲《未来我来》。看似只是一次普通演出，但实际上，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，这种级别的舞台早已不是谁红谁上那么简单。因为5·4晚会从来不仅仅只是娱乐节目，它更像是一种青年价值观的官方表达。谁能站在舞台中央，谁能演唱主题曲，谁能连续多年受邀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认可。尤其是王一博已经连续2年担任重要表演嘉宾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官方对于他的公众形象、社会影响力、舆论稳定性以及青年号召力都已经进行了长期观察。娱乐圈有个默认规则，能上1年是热度，能连续多年上是信任。双引号。而王一博如今得到的显然已经不只是流量待遇。如果说早期还有人把王一博视为偶像明星，那么追风者的出现则几乎彻底扭转了外界印象。在这部年代革命题材作品中，王一博饰演的角色并不依赖颜值，也没有偶像剧式的滤镜。相反，他需要展现的是信仰、理想、隐忍、成长，以及那个时代青年身上的热血精神。很多观众一开始并不看好，因为流量演员演革命青年本来就是舆论高危区。可最终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，王一博不仅成功撑住了角色，甚至还让大量路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年轻人真正厉害的并不只是流量，而是执行力和成长能力。尤其是他对角色状态的细节处理，从眼神的变化到人物不同时期的气质转变，都能看出明显的沉淀感。有影视评论人评价，王一博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天赋，而是他每演完一个角色都会彻底升级一次。双引号。这也是为什么追风者之后，越来越多主流资源开始主动向他靠拢。电影《长空之王》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一部商业电影。
因为它代表的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开始尝试真正年轻化。过去很多主旋律作品容易给人说教感，但《长空之王》明显不同，它既保留了热血与家国情怀，又加入了年轻观众更容易共鸣的成长线与青春感。而王一博在其中扮演的是非员角色，恰恰契合了这种新时代青年英雄的表达。他身上同时拥有年轻、拼搏、专业、自律、沉稳这些特质，几乎完美符合如今主流文化最希望塑造的青年形象。更关键的是，《长空之王》后续还入选重要主题推介片单，并获得5个一工程奖。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这不仅是作品获奖，更意味着王一博已经逐渐进入主流影视核心视野。为什么很多顶流红得快，消失的也快？因为娱乐圈最稀缺的从来不是热度，而是稳定。尤其在如今舆论环境下，一个艺人一旦失控，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灾难级的。因此，官方在选择青年代表时，会极其看重3个维度：价值观稳定。王一博这些年几乎没有严重负面舆论，不炒作，不卖惨，不制造情绪矛盾，甚至连采访都极少说危险发言。这一点在流量时代反而显得异常稀缺。职业态度稳定，无论是拍戏、跳舞、赛车还是公益，他都呈现出极强执行力。很多合作导演都提到，王一博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反复催，他永远会提前完成训练。这种自律对于官方项目来说极其重要。公众形象稳定，如今很多艺人最大的问题是人设过度包装，但王一博反而越来越接近真实人格。少说多做，情绪稳定，边界感强，这种气质恰恰非常符合主流语境中对于新时代青年的期待。很多网友其实忽略了一件事，官方对于艺人的考察从来不只看作品，公益同样是重要维度。而王一博这些年的公益轨迹其实非常特殊，因为他并不是摆拍式公益。河南暴雨期间，他是真正进入一线参与救援。面对灾区捐款，他很多时候甚至低调到不主动宣传。在环保、野生动物保护、滑板推广等领域，他也持续多年参与。尤其是担任穿山甲保护纪录片《巡护者》公益大使后，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，王一博已经不再只是娱乐明星，他开始逐渐承担更大的社会公共形象。真正让很多人惊讶的是，他连续2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相关活动。因为这种国际级场合对青年代表的筛选极其严格，能够站上 COP29 大会发言，已经说明其国际形象被认可。而之后又担任 COP30 中国角形象大使，更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：王一博正在从娱乐明星升级为中国青年文化符号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猜测，他是不是已经入党了？双引号，因为在大众印象里，能够长期稳定进入国家级青年体系的人，往往都具备非常明确的政治与社会认可度。当然，目前并没有任何官方公开信息证实这一点，但网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猜测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认可。大家已经默认王一博属于主流核心青年代表序列。某资深娱乐产业观察人士曾分析，王一博最特殊的一点是他既有流量明星的传播力，又具备传统艺人的纪律性。双引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既能吸引年轻人，又不会失控。对于主流平台来说，这是极其理想的青年艺人类型。另一位影视评论专家则表示，王一博身上最明显的变化
是他已经逐渐脱离了单纯偶像消费品定位，而开始具备时代青年样本意义。双引号。换句话说，他不再只是粉丝追逐的明星，而是逐渐成为某种青年价值观载体。这也是为什么央视、共青团官方晚会越来越频繁选择他。网友评论区彻底炸锅，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偶像。随着相关话题持续发酵，大量网友也纷纷留言祝贺。王一博真的把偶像2个字重新定义了。双引号。从流量明星到国家舞台核心人物，他走了最难的一条路。双引号。别人塌房靠公关，他靠自律。双引号。这才是真正适合带动年轻人的艺人。双引号。不管有没有入党，至少他活成了青年榜样。双引号。娱乐圈终于有一个让家长都放心喜欢的明星了。双引号。还有不少网友感叹，如今很多明星拼命营销高级感，但真正高级的其实是长期稳定的公众信誉。而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，恰恰是他几乎没有人设崩塌风险。过去的内娱顶流大多依赖 CP、热搜、综艺、话题、情绪争议，但王一博近几年的路线却完全不同。他开始把国家级认可作为长期价值，而这种路线一旦成功，生命周期会远远长于普通流量。因为热搜会过时，颜值会疲劳， CP 会解绑，流量会更新，但真正稳定的公众信誉却会不断累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王一博如今最可怕的或许已经不是顶流，而是他正在慢慢变成内娱极少数能够同时获得市场认可、官方认可、大众认可、国际认可的青年艺人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全网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，王一博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明星了。你怎么看？你觉得王一博如今算不算内娱主流第一青年代表？你认为一个艺人最重要的是流量，还是公众信誉？你觉得王一博未来会彻底转型主旋律演员吗？如果王一博真的已经入党，你会感到意外吗？在你心里，王一博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什么？